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啊，我是书海时光。先问你们个扎心的问题：昨天早上赶地铁，你有没有看见旁边阿姨的购物袋破了，苹果滚了一地？昨晚和对象吃饭，你有没有一边刷手机，一边应付着根本没听见他说今天我升职了？甚至刚才照镜子，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眼神已经从亮晶晶变成了灰蒙蒙？其实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得了一种隐形病，心灵失明。而今天要讲的这本书，把这种病扒得明明白白。读的时候我好几次放下书，对着窗外发呆，原来我早就瞎了，只是自己没发现这本书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玛戈的《复明症漫记》，一个关于失明的荒诞故事，却写透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当所有人突然失明，比看不见更可怕的是不想看见。书的开头特别反常识，一个普通男人早上起床突然瞎了，不是一片黑，是像掉进了牛奶里，满眼都是白茫茫的雾。更恐怖的是，这种失明会传染，摸过他的医生瞎了，送他的出租车司机瞎了，甚至给他递水的护士也瞎了。短短一周，整个城市陷入崩溃，商店被抢得只剩空货架，有人为了一口面包打架，隔离区的厕所堵了没人管，臭味飘得满楼都是。但萨拉玛戈根本不是在写失明，他是在写我们的日常。你有没有过选择性失明？明明知道该陪父母，却假装没看见他们发来的今天吃了饺子；明明知道该减肥，却假装没看见冰箱里的蛋糕；明明知道自己不开心，却假装没看见心里的空洞。书里有句话我记了半年，失明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你主动闭上了眼睛。就像我之前每天刷抖音到凌晨，刷到笑也没感觉，哭也没感觉，直到有天早上，我妈举着一碗热粥站在我门口，说你好久没吃我煮的粥了。我抬头看见她的白头发居然已经那么多了，我居然从来没注意过。那一刻我突然懂了，我们不是看不见，是不想看见，因为看见需要勇气，需要面对真实的自己。互动一，你最近选择性失明了吗？比如明明想辞职，却假装没看见自己的内耗；明明想跟朋友道歉，却假装没看见聊天框里的未读消息。有的话扣个我中枪了，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装瞎。混乱你的人性光谱，有人抢食物，有人却把最后一口面包让给老人。书里最让我震撼的是人性的反差感。隔离区里有个超市老板，藏了一仓库的水和饼干，却要大家用金银珠宝换，最后被愤怒的人们围起来，连仓库一起烧了。但也有个老太太自己饿得发抖，却把最后一口面包塞进了旁边小孩的嘴里。还有医生的妻子，全书唯一一个没失明的人，她假装瞎了，陪着丈夫进隔离区，帮大家找药、擦伤口，甚至在有人要欺负孕妇时，抄起棍子护在前面。萨拉玛戈没把人写成好人或坏人，他写的是普通人的选择。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会本能的抢，但当你赶的时候，会愿意让。我想起疫情期间的一件事，我们小区有个外卖小哥，每天帮独居老人买 groceries， 自己戴的口罩还是用了3天的。还有个阿姨，把家里的消毒水全拿出来，分给邻居。她说，我孙女说，奶奶要帮别人，这些人不是圣人，他们只是看见了别人的需要。就像书里说的，黑暗里的光从来不是天生的，是有人愿意举着蜡烛往前走。互动2，如果是你，会选抢还是帮？假设你突然被困在全是失明者的大楼里，手里有一瓶水，你会自己喝，还是分给旁边的老人？把答案打在公屏上，不用怕说会犹豫，犹豫才是正常人。但最后选帮的人已经在发光了。3，复明的真相不是眼睛好了，是终于看见了自己。书的结局特别耐人寻味，当隔离区的人们被放出来，他们发现自己的眼睛慢慢能看见了，但不是病好了，是他们终于学会了怎么看。比如医生的妻子，以前觉得丈夫冷漠，每天只知道做手术，但在隔离区里，她看见丈夫蹲在地上，帮失明的老人系鞋带，看见他把自己的药分给发烧的小孩，她突然看见了丈夫的温柔。还有那个一开始抢食物的小伙子，后来帮大家抬水。他说，以前我觉得活着是自己舒服，现在才知道活着是让别人舒服，这就是复明的真相，不是眼睛好了，是终于看见了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。我有个朋友，以前是互联网公司的996战神，每天加班到凌晨，连妈妈生日都忘了。直到去年妈妈住院，他陪床时握着妈妈的手，那双手已经粗糙的像老树皮，而他居然从来没牵过。后来他辞了高薪工作，换了个朝9晚5的，每天陪妈妈去公园散步。他说，以前我以为成功是赚很多钱，现在才知道成功是能看见妈妈笑。是，我们都是半失明的现代人，如何在碎片时代复明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半失明的，刷手机刷得忘了吃饭，聊微信聊得忘了面对面说话，
追综艺追得忘了看窗外的梧桐树发芽。那我们该怎么复明？书里藏了3个药方，我亲测有效。1. 每天留10分钟无手机时间，比如早上起床，别先摸手机，坐在窗边，喝一杯温水，看看楼下的麻雀。比如吃饭时，把手机放下，认真尝一口菜的味道，看看对面人的眼睛，你会发现，妈妈的眼角有细纹了，对象的嘴角有泛粒。这些小事比朋友圈的点赞更动人。2. 做一件没用但用心的事，比如给朋友写一张手写信，不用华丽的词藻，就写昨天看见你发的朋友圈，知道你加班累，想请你喝奶茶。比如养一盆多肉，每天下班回家浇点水，看它慢慢长出新叶子。这些没用的事，会帮你把麻木的神经重新激活。3. 问自己一句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每周抽10分钟，关掉所有电子设备，坐在椅子上发呆。我加班是因为喜欢工作，还是怕被淘汰？我买这个包是因为需要，还是怕别人说穷？我很久没笑了，是不是忘了什么？答案会慢慢浮出来，就像书里说的，知名的人其实比看得见的人更清楚自己要什么。和上书的时候，我站在阳台，看见楼下的小朋友追着蝴蝶跑，风把玉兰花瓣吹得飘起来，远处传来卖煎饼的吆喝声。突然发现，这些平常的小事原来这么美。萨拉玛戈写《复明症漫记》，不是想吓唬我们会失明，而是想告诉我们，生活的意义在于看见妈妈的白发，看见朋友的笑脸，看见风的形状，看见自己的心跳。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有点触动，不妨点个赞，把这个视频传给你最近有点麻木的朋友，告诉他别再瞎了，一起看看身边的美恶。在评论区留言，你最近看见了什么以前忽略的小事？比如楼下的猫生了小猫，爸爸居然会做蛋糕，我会一条一条看3。最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我们一起读更多能让人清醒的书。毕竟活着的意义不就是要看见更多吗？我是书海时光，我们下次见。愿你我都能复明，看见风，看见光，看见自己。拜。